大家好，我是杰奇，欢迎来到专利洞察。2001年以前就有随身听和 MP3，但 iPod 一出现，配上 iTunes，改变了我们听音乐的方式，也带动数位音乐和串流的风潮。2007年 ，iPhone 一登场，触控技术让手机变得更直觉、更强大，开启了 App 经济和行动生活的新时代。2010年以前早就有平板，但 iPad 才真正让阅读、学习、画画都更方便。我们知道，苹果从来不只是做产品，而是当只要一跨入市场，每次都重新定义这个产品。今天要讲的2025年公开的苹果最新专利，专利名称全玻璃外壳电子装置。苹果重新定义了手机的外壳，也改写装置之间如何协同运作的规则。这项技术不仅限于手机，也能应用在平板电脑、穿戴式装置，甚至未来的 Vision Pro 等 AR 环境。这集影片我们就带你来深入了解这件专利的创新概念与未来潜力。本集内容比较扎实，稍微长一点，但绝对值得一看。我们开始。创新点1：全玻璃无缝外壳设计。我们平常用的手机或平板都是由各种零件组合起来的工业化组装产品，前面是玻璃萤幕，背面可能是金属或塑胶，边框是另一种材质，例如铝合金。这些不同材质拼在一起就会出现一些接缝、螺丝孔，整体看起来比较破碎，不够流畅。而这样发明就会想要打破这种拼装感，目标是做出一种真正一体成型的全玻璃机身，就像你拿在手上的是一颗科技感十足的玻璃宝石，外观具备无方向限制、无可见接缝、通透高质感的设计美学。当然了，要实现这样的设计有相当多的挑战。第一个就是玻璃这种材料本身不好处理，它不像金属或塑胶那么容易进行加工。想要做出一个6面包覆的玻璃外壳，光是加工就很困难。再来就是组装的问题，传统连接方式不够精密也不够牢靠，而且接缝缩容易碎，风险非常高。再来一个难题就是，当你整个外壳都是玻璃，又不想打孔，那这些萤幕、镜头、感测器、喇叭、按钮要怎么装？这也是相当具挑战的技术难题哦。不过这样专利就给出几个很聪明的解法，像是他们不用胶水凝玻璃，而是用像斜角结合或燕尾槽这种精密的拼接方式，让每片玻璃之间几乎无缝，肉眼看起来就像一体成型。在玻璃的边角，他们还做了加厚设计，让结构更强韧，万一手机真的摔到地上，也不容易碎。再来就是内部零件怎么装进去的问题哦。专利中提出可以在某些玻璃面设计可拆的小盖板，像是 SIM 卡或 USB 孔的地方，其他模组则预先装在玻璃内侧，整合好后再封上去。声音部分，他们运用像骨传导或压电振膜这种技术，让声音可以直接透过玻璃传出去，不需要开喇叭孔。麦克风或镜头也可以藏在玻璃后面，用特殊透明区域来收音或拍摄，整个装置就能做到外观极简，但功能齐全。最终的成果就会看起来像是整颗玻璃雕刻出来的，没有螺丝，没有按钮，也没有方向限制，不只拥有超干的质感，还具备很好防水防尘能力。未来很有可能跟 AR、MR 显示技术结合，变得像 Apple Vision 这类高阶装置的外壳。总之，这不只是设计上的突破，更是技术上的挑战与创新，让我们更接近未来感十足的透明智慧装置。创新点2：多面显示与互动界面。我们现在用的手机不管多高阶，萤幕几乎永远只局限在正面能看能碰，侧面背面顶多拿来放 logo、按钮、镜头模组或喇叭孔。早在几年前三星曾经在曲面萤幕手机上尝试将控制列延伸到侧边的玻璃，让侧边萤幕显示通知、天气、快捷工具列，试图打破只有正面能互动的限制。而今天这篇苹果专利更进一步把整台装置的前后左右全部都纳入显示与触控范围，构想出一种全新形态的全玻璃互动装置，重新定义什么叫做一体成型与全方位操作。这就是这样专利要解决问题，让整个玻璃装置的每一面都变成可以互动的显示区。想象一下，不只有正面有 App 和影片，侧边可以显示音量条、快选功能键，背面甚至可以显示天气，当做自拍镜，或者显示个人标语、提醒待办事项等等。而且这些区域不只是能看还能触控，等于你拿着是一个360度全方位都能互动的装置。不过要做到这件事情可没那么简单，首先是萤幕怎么包到每一个面的。可挠性萤幕虽然能弯，但弯太多影响寿命或画质，要让画面转角不变形，还有画面不中断，必须靠非常精密的弯折技术和对应设计才行。再来，如果每一面都在显示不同的内容，那系统怎么知道哪个是主画面？当你滑动图片或影片从正面移到侧面，画面要怎么让你感觉是自然延伸？这都需要很细致的画面协调与动画设计。还有一个大挑战是，如果每一面都可以点可以滑，那系统要怎么知道你现在是在操作哪一面？如果两面同时被同时碰到，又该怎么分辨哪个动作是主要的？这项专利就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法。对于萤幕技术部分，可以采用一整块可挠性萤幕从正面延伸包到后面，也可以设计用多块小型萤幕拼接的方式，虽然分开控制，但会让画面看起来是同步连贯的。系统也会针对不同面给予不同的角色定位。例如正面就是主画面，侧边作为快速操作区，背面则显示个人化资讯。当你从主画面滑到侧面，系统会加上转场动画，让画面感觉自然延伸。触控方面，他们在每个面下方都放了触控和压力感测器，系统会根据你按压的位置、方向，甚至握住的角度来判断你现在是要操作哪一面，还会提供视觉或震动回馈，
让你知道确实有按到。整体使用体验也变得非常丰富哦，像是你只要触碰玻璃侧面就能调音量，不需要传统按键。当你要自拍的时候，背面荧幕就变成取景画面。影片播放时，进度条可以跑到这边去，还可以用侧面来控制快转或暂停，视觉效果非常连贯又有未来感。这种设计不只让装置变得没有方向限制，怎么拿都能用，也可能成为未来 AR 或 MR 装置的显示基础，甚至可以扩展延伸到智慧穿戴装置，比如全景手环、互动式戒指，或者是家里的智慧墙面，每一个角度都能看，都能用。简单来说，这项技术不只是在做一只更漂亮的手机哦，而是在打造一种全新的装置形态，一种可以多面显示、多面互动的智慧电子装置。创新点3，动态显示切换与画面融合技术。这项专利的装置几乎全身都是荧幕，从正面、侧面到背面，每一面都能显示不同的内容，还能互动操作，各自提供不同的功能，但也因此带来一个全新的挑战哦。当你转动、翻面或倾斜装置时，画面该怎么样才能自然的跟着切换，不让使用者感到突兀哦？真正的创新不只在于荧幕多了几面，为了让整体体验更流畅自然，本专利更进一步提出动态显示切换与画面融合技术哦，让内容在多面荧幕间无缝衔接。当使用者翻动、旋转或倾斜装置时，画面不再是固定不动或暴力跳转切换，而是能根据手势与角度，自然的在多个显示面之间流动。举例来说，一张图片从正面滑到侧面，画面会如一体般顺着边角延伸过去；或者当你把手机翻到背面，背面荧幕会自动显示时钟和天气。当你转回正面，又回到主画面。这些在传统单面荧幕装置里根本没机会思考的问题，到了多面荧幕的设计里，通通变成必须解决的核心挑战了。首先，画面从一面滑到另一面时，中间会经过边角，这些角落容易造成画面扭曲或跳动。再来，每一面可能是独立的荧幕，画面要怎么同步显示？最后，系统要怎么知道你现在的姿势、角度、意图，该切换到哪一面来当主画面？专利中就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解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哦。第一个方法是使用弯曲式或拼接式的显示模组，荧幕可以延伸到边缘或弯曲的部分哦，透过动画设计，让画面在角落流动时看起来很顺畅自然。第二是一个叫做画面融合引擎的软体逻辑模组，它就像是整个画面显示的指挥中心，根据各种感测器，例如陀螺仪、光感测器、手势感测器，去判断你现在的动作，再决定要显示什么，怎么切换。第三，他们还提出了主画面和辅助画面的概念，意思是当你转动的装置，主画面也会跟着改变。例如从正面转到侧面时，主画面自动交棒给另一面，画面也会做出柔顺的转场动画，不会让你感到突兀。第四个重点就是在画面切换时候加入视觉过渡效果，像是通知栏从侧边滑出来时，会搭配动画；主画面缩小进入副画面时，也会有角落跟着变色的设计，让整个画面转换过程非常滑顺，有层次感。这种设计在实际使用上会很有趣哦。比如说，你只要一拿起手机时，背面自动亮起时钟和天气资讯，让你一眼就能快速查看，不用再解锁或翻面操作。放下手机不再操作，荧幕就会慢慢变暗，进入省电模式。同时，侧边留下简约通知条，内容如讯息、天气、电量等等。或者你正面看影片，侧边可以直接控制音量或快转条。简单来说，这样技术不只在做一个多一点荧幕这么简单，而是让每一个荧幕都能互相配合，它让装置从一个只有正面能互动的平面产品，变成一个真正立体、全方位互动的智慧体。未来不论是手机、穿戴装置、智慧家居，甚至 AR、MR 装置，都有机会用到这样的技术，改变我们与科技互动的方式哦。创新点4，多装置联合作业模式。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每天用的手机、平板、笔电这些装置明明都在身边，却好像各做各的事？如果他们能像队友一样一起合作，是不是可以省下很多麻烦，提升更多的效率？这项专利就是在打造这样的概念，让两台装置可以进入一种联合模式，彼此分工合作，就像一组默契超好的队友。例如，一台负责联网传输，另一台专心处理画面显示，或是你在一台上按播放，另一台就自动响起音乐。这不是要把两台机器变成一台，而是让他们在保有自己功能的同时，也能一起做事。不过，要让装置之间这么有默契，其实背后要解决很多问题。首先，两台装置要怎么知道我们是队友？还有，资料要同步也不是容易的事，尤其画面、声音、感测器资料这些资讯都必须及时传递，不能延迟，不能不同步，否则看起来就会很卡。更麻烦的是，这两项装置该怎么分工？谁来主控？谁做辅助？如果没分配好，不但效能差，还可能一台快没电，另一台却闲着没事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专利里设计了一整套联合作业的机制。一开始，两台装置会先透过无线，例如蓝牙或 WiFi Direct， 或有线方式，例如透过磁吸接头来配对。一旦进入配对状态，系统就会自动分配谁负责哪个任务，然后开始进行智慧分工。举例来说，一台装置可以把它的光感测器、麦克风等资讯分享给另一台，例如手机侦测到环境亮度太高，平板也会跟着自动调亮萤幕。不止这样，装置之间也能帮忙联网，比如手机用行动网络上网，同时让没有 SIM 卡的平板也能连到网络，画面甚至可以两边同步显示。如果你希望有更大的画面也没问题，这两台装置甚至能像拼图一样拼成一个更大的显示画面，让你看影片、简报或浏览多页内容时更方便。
这跟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任天堂萤幕拼接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也可以互补，一台当主画面，一台当控制界面，你在一边操作，另一边及时显示结果，操作上也非常直觉哦。你在哪一台点击、滑动、控制，系统都会知道该让哪一台反应，或者让两台一起动作。你在手机上按下一首歌，平板立刻播放起来。你在平板上调亮度，手机也一起改变。实际应用的场景可以有很多哦，比如说手机加平板联手上网，手机提供网络，平板当成大荧幕来上网追剧。两台手机分工，一台播放影片，另一台当遥控器显示快转、暂停等操作界面。双装置同步音乐，你家两个装置一起放音乐，声音完全同步。手机当作感测器，比如手机收集光线资讯，一次调整手机加平板两台荧幕的亮度哦。这种设计只要你手上有多台手机，就能互相协作，变得更灵活。它也能让使用者自己决定要扩大画面、要减少耗电，还是要一边操作一边显示，都可以依需求来自由组合。简单来说，这项技术可以让电子装置分工合作，彼此支援。未来当你的手机、平板、手表，甚至家里的显示器都能联合作业，我们对多装置的使用方式将会彻底改变，真正迈入智慧设备的团队时代哦。创新点5，跨装置资源共享架构。这项技术的初衷，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景。你手上有一台手机、一台平板，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处理器、荧幕、电池、相机和网络模组，每个装置功能都很完整。但当你真的同时使用这两台装置时，会发现它们好像不太会互相帮忙。比如，手机有5G 网络，但平板只能连 WiFi；平板荧幕大，但相机不够好。反观手机相机强，但荧幕又太小。又或者有时候一台快没电，另一台电力却还很充足。这时候你一定会想，为什么不能让这两台装置协调一下，把各自的强项、优势合起来用？这就是这项专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让不同装置之间的资源可以共享、可以合作，就像是一个智慧团队哦。这边补充一下哦，刚提到的多装置联合作业模式是提供多装置之间协同操作的方式，重点在于如何让两台装置像一台装置般操作、同步、协同，属于系统操作层或应用层的互动模式设计哦。而本创新点讲的跨装置资源共享架构是提供装置间硬体资源共享的技术架构，重点在于如何让一台装置的感测器、显示器、音讯等资源供其他装置使用，属于硬体资源管理层的架构整合。也就是说，多装置联合作业模式关注的是人与装置互动行为的同步协同，而跨装置资源共享架构则是关注装置与装置之间的模组层级整合与共享机制。要让这个资源共享联盟顺利运作，当然得解决几个技术上的难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哪些资源可以共享？不只是像资料这么单纯哦，还包括像运算能力、储存空间、相机、感测器，例如光感应器、麦克风、加速度计等，甚至是网络连线模组，像是 WiFi 或5G 等等。第二个问题是装置要怎么分配任务？如果两台装置同时抢着做一件事，不但会冲突，还会浪费电力或计算资源。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是，治安和隐私怎么保障？当你允许另一台装置使用你手机的麦克风镜头时，这会带来风险。这也是这项技术设计时必须考量的地方哦。针对这些挑战，专利中设计出一套完整的解法。首先，装置间会先建立连线，可以是有线的方式，例如 USB Type-C， 也可以是无线，例如蓝牙 Wi-Fi Direct。建立连线后，系统就会启动一个资源共享协议层，双方彼此通报我这边有什么可以借用，我这边允许你怎么用，还会设定控制权和授权条件。接着，系统会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境自动帮你分配任务。举例来说，如果手机快没电，而平板电量很充足，那么平板就接手一些重运算任务。如果平板没有行动网络，那就让手机负责传输网络资料。如果手机画面太小，那就把 App 画面切到平板上，但手机仍然当做操作的输入装置哦。而且这套架构是模组化的，可以开放给 App 来使用。也就是说，开发者不用管用户现在操作的是手机还是平板，他们只要对系统说，我需要一个镜头，我想读取环境光感测器，系统就会自动挑出目前最适合的装置来提供这个功能哦。当然，系统在安全设计上也做了很多防护哦。所有跨装置的资源共享都必须获得使用者授权。有些敏感功能，像镜头、麦克风，在启用时会跳出提示，甚至限制使用时间，而所有传输的资料也都会加密保障隐私。实际上，这种设计会带来很多便利的应用情境哦，例如你用手机当作热点来让平板上网，可以省下 WiFi 或数据费。平板上开视讯会议的时候啊，用手机的镜头和麦克风提供画面和声音。手机上控制平板播放影片、音乐，像遥控器一样。两台装置一起进行 AI 图像辨识时，可以分担计算任务，速度更快，也更省电。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这项跨装置共享架构不只是解决单一使用问题，它更像一种面向未来的生态系统设计哦。随着装置类型越来越多元，从手机、平板到穿戴装置、车载系统，甚至 AR/VR 显示器，这种让装置彼此分工合作的能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关键哦。总结来说，这项技术让我们不再把每一台设备当成一个孤岛，而是开始思考怎么让它们像一个团队一样彼此支援、互补缺口，提高效率。未来智慧生活不是靠单一超强装置而是靠一群会互相帮忙的智慧装置
这件专利所描述的是一种充满未来感的装置形态哦，整机全玻璃包覆，从正面、侧面到背面都能显示、感测与互动，再加上多装置之间的协同操作，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立体、智慧、一体化的电子产品构想。但要把这种设计从概念拉到现实，从图纸变成市售产品，短期内确实面对不少挑战哦。从技术、制造到市场层面，都是一场硬战。首先是玻璃本体的结构问题哦，虽然一体成型的全玻璃外观看起来又简洁又高端哦，但玻璃是相当脆弱的材质，特别是边角与接缝处哦。若没有极高精度的这个加工技术与特殊胶合方式，不止容易裂，也可能出现松动、脱胶等问题。这对产品寿命与使用安全都是挑战哦。再来是多面显示的技术门槛，目前市面上虽然有可挠性 OLED 荧幕，但要让荧幕延伸包覆整台装置，还要过弯到6个面，不止难度高，良率与一致性问题也难以保证哦。而且画面亮度要一致，色彩不偏差，过场动画还要自然顺畅，这对软硬体整合要求极高哦。此外，多面互动也意味着每一面都可能是触通面板。这时候我现在是操作哪一面，系统要能准确判断，手掌误触、压力侦测不准、切换不自然，这些使用上可能出现瑕疵哦，一旦没处理好，体验就大打折扣。真正要把这种全玻璃设计量产，加工的难度与报废风险都高的惊人哦。玻璃弯折、开孔、贴合、镀膜，每一步都要极高的精密度，只要某一个环节出错，就得整块报废，良率自然难以拉高。再来，这种设计把显示器、触控层、感测器、发光模组全部塞在玻璃内部，整个叠层非常厚，不仅增加组装时间，还会导致散热困难哦。如果内部的 CPU、GPU 产生热能没办法导出，就有可能造成效能下降，甚至过热宕机哦。同时，内部空间压缩，电池容量也会跟着牺牲，可能进一步影响使用者最在意的续航力哦。再酷炫的设计，如果使用者不知道怎么用，用起来不习惯，最终也难以普及。像这种全玻璃多面互动的产品，目前市场并没有成熟的使用范例或杀手级应用，对大众来说反而可能是种学习负担或操作门槛。再来就是维修与售后问题哦，全玻璃结构一旦摔坏一角，可能整个外壳都得换，维修费用高，拆解难度大，而且这类设计很可能需要专属零组件，通用性低，对供应链也是一大压力哦。最后当然是成本问题啊。以目前的面板加工技术，要做出这种全玻璃装置，成本势必远高于传统手机。除了最顶端的忠实果粉外，否则一般消费者会不会买单，可能出现天价哦。虽然在短期内难以成为主流量产产品，但它仍有几个潜在的落地方向值得期待哦。作为未来装置啊，如 Apple Vision 啊这种副控装置，可提供多面输入与资讯显示哦，或者应用在智慧家居或空间互动的设计中，像是透明玻璃柜可以显示商品资讯，或家庭中控墙面呢，推出限量版的旗舰概念机哦，类似 Vision Pro 或折叠手机这类展示未来可能性的产品，吸引科技爱好者与高端用户哦。这项专利所呈现的是一种高度融合工艺美学与系统智慧的未来装置蓝图，它不只是一台手机哦，而是一个多面互动、跨装置协同、透明显示的智慧平台。从短期来看，它会是高价、难量产、使用者学习门槛高的实验型装置。但从长远来看，它代表着未来装置不再只是单面互动的一幕，而是一个智慧空间里的感知节点。你不再只是看着它，而是与它全方面互动，这就是它最具前瞻性的价值所在哦。好了，今天专利的内容就讲到这边，有其他的创意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分享哦。我是杰奇，解析专利带你秒懂创意。第一次制作这么长的影片，谢谢你看到最后，那我们下次见，拜。